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2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217.07， 收盘价是 222.72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22.98， 最低价是在 214.09。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最高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7636.84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6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上穿了慢线，双线是上行，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1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开盘之后在下方是在各条均线值处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在盘中是震荡上行，也就是突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上方是在223附近遇到了压力，最后收盘价也是收在最高价的附近。那收盘价呢，我们会看到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通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生成这样的一根 K 线，并且收盘价站上前高，这是股价要继续上攻的表现。但是呢，缺少一个指标，就是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呈现的是量缩。那出现量缩呢，还是说明目前多头的向上的这个意愿不是很强烈，我们指的是当日在盘中。那么即使是这样，股价也是出现了上涨，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根 K 线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也就是如果不能够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，那么在这个地方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尤其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低开低走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生成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那么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呢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跌破8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说会跌破5日均线值还有20均线值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22附近，还有一个收盘价的点位是在228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0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8月19日收盘价是在222.72，出现了上涨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次日如果不出现补量的上攻会有回档，所以我们依次先来从上行来说起。那对于8月2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不变，是235。那么目前在到达235之前的一个重的压力，其实在8月19日已经触碰到了这个压力，就是8月1日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
50%的上方，也就是从223到228。那么在8月19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触碰到223之后啊，收盘价就在它的附近。那么到了8月2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那么从223到228这个区域将是股价遇到的强压力。那么这个位置被突破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去测试235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比较重的压力位。那么在235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我们认为将会站上前高，也就是7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一旦站上这个位置呢，那么会出现头高，那也就是会瓦解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这样一来，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向上。当然，我们会看到，这个缺口也将会成为一个比较强的压力。那建立多头或者瓦解这个空头之后，股价继续向上的目标，真正的目标是271，但是在到达271之前啊，256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压力，因此256是第二个目标，271是第三个目标。那271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将会恢复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因为下方一直是由底高，上方如果再次出现头高，将会恢复这样一个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，股价下行。那么目前它的目标依然是182，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，这是前低，跌破这个位置就是再次出现底，那么将会继续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啊，这条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，也就是在210附近，还有一个支撑位是在192附近，也就是8月7日这根红 K 的最低。这是两个比较强的支撑，当然各条均线值也是支撑。好，那么182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是177，这个位置仅仅是支撑位，那真正的目标是168，168如果被跌破，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如果我们从4月22日来说啊，目前股价还是一个多头趋势，并且目前股价的收盘价的位置呢是在回后上涨的行进中，所以如果我们从4月22日来看呢，目前还在一个多头趋势当中，所以说股价下行的目标一定是瓦解这个多头趋势，而瓦解这个多头趋势，目前一个是要跌破182，另外一个就是168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我们再来看8月2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对于8月19日盘中我们关注的是在210附近，也就是说前一日这根 K 线的8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么在8月19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出现了上涨，而并没有出现回档。那在8月20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这根，也就是8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23附近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223，它也正好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，包括今天的视频，我们都提到过223到228是目前股价在上行过程当中的强压力。所以说在8月20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223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是在223下方运行，尤其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回档的走势。
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223的理由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分别是在8月13日收盘价208附近5%进场，然后在8月15日收盘价214附近10%加仓。那么在8月16日我们是没有继续加仓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它的成本价现在是在21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之前给出的守止损的位置一直是守197，还有就是205。那么到了8月19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收盘价是在222.72，那么并没有触发我们的止损位，对，因此这个仓位是在持有的。那么到了我们再补充说明，在8月16日虽然出现了上涨的 K 线，但是我们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，因为它呈现的是量缩。那么到了8月19日，虽然出现了上涨，但当日的成交量依然是量缩，所以出现这样的价涨量缩啊，股价是很容易回档的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也不会给出技术上的加仓建议。那么这个仓位，如果在8月19日盘中没有获利了结，目前依然是持有的。那么到了8月20日，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205，也就是我们守8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么跌破这个位置呢，可以止损出场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。补充说明一下，对于多头的操作建议啊，我们不会给出获利出场的点位，因为只要盈利，例如现在我们做这期视讯的时候是盘后时段，是在美东时间的晚上7点20左右，现在的股价是在222.16，那这个15%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12，所以现在是已经获利了。那么这个仓位是随时可以获利出场的，所以我们不会给出这个获利出场的点位，我们会给出止损的点位。所以在我们一旦在视频当中给出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呢，其实最后我们都是一直跟踪到这样的一个多头仓位被止损出场。对，但是呢，在之前如果是有这样的操作的话，可以依据情况自己设立获利的目标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一个解释说明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23到228，是这个位置。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在8月20日开盘之后，在这个地方是有很强的压力的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235，这是空头目前要守的两个位置，他们的目标是这条趋势线210，还有下方的182。这是空头目前的两个目标。当然，在这个期间中间还有一个位置就是192，它也是可以作为空头的一个目标。因为股价出现回档，如果不跌破192的话，股价依然会是一个回后再上涨的可能。只不过是这个如果出现回档，是回踩趋势线还是回踩192对，只要回踩到这个位置能够出现反弹，它都会有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走势。但是如果最终股价跌破了192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到达182的。所以空头目前的目标呢，我们继续来总结一下，就是210、197还有182。
好，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23到228，第二个压力位是232到235，第三个压力位我们取这个缺口的中线在240附近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，我们给出一个区域是从212一直到217，那么这个区域呢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、20日均线值，还有我们会看到50日均线值，还有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都会聚集在这个区域，因此在这个区域它的支撑还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因此第一个支撑我们给出的区域是从212到217，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焦点在210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06到208之间。第四个支撑就是197，也就是8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8月20日我们给出的这两个预测呢，它是并列的，它取决于盘中的走势。好，我们先说上行。那么如果是上行，我们认为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3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28。收盘价会收在225附近。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32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30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上涨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3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所以出现这样的上涨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很小的缺口，然后出现一根补量的上攻这样的一根 K 线。好，这是上行的走势。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深度的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。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0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08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10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大幅的回档呢，我们认为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